都说东方僵尸打不过西方丧尸，人家西方丧尸1秒就能扩散全球，咱们10年才出一个毛僵，1000年才出一个僵尸王。系统表示有意义，于是连夜给我这个蜀山小道士开启了一道通往末世的大门。只因我本是一只拥有灵智的嗜血僵王，却意外穿越到这名蜀山小道士的身上。更无语的是，原主还娶了个以斩妖除魔为己任的剑仙老婆，这让我不得不收起自己的僵王之力，但凡泄露一点，恐怕都要被老婆镇压在9幽之下的锁妖塔中。此时当我再次睁眼时，却发现自己身处一间现代化宿舍。现代？难道我穿回来了？正当我欣喜若狂时，墙壁和地面上干涸的血迹却告诉我，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于是我小心推开房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还没等我回过神，一道身影猛然扑到我身上，紧接着便死死咬住我的手臂。见此，我却出奇平静。这就是丧尸吗？感觉很一般啊。看着他的牙齿被我的皮肤震得稀碎，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于是我心念一动，将僵王之力席卷全身，随即指甲缓缓插入这只丧尸的脖颈，丧尸的气血瞬间流入我的体内。此刻一阵酥麻的快感席卷全身。没想到丧尸的气血比邪魔的气血都要强大。看着地上已成皮包骨的尸体，我不禁大笑起来。看来用不了多久，我就能突破僵王了。就在此时，我弄出的动静惊动了楼下的丧尸群，很快他们便朝我所在的方向涌来，而我只是微微一笑，既然补品都送上门，我又怎能拒绝？很快我便陷入丧尸们的层层包围中，虽然他们面目狰狞，可在我眼里仿佛是一道道美食。只见我眼神一凝，一股滔天的黑色湿气从体内迸发而出，一瞬间，这黑色湿气便钻入这些丧尸的口鼻。在我的催动下，这些丧尸纷纷化作一团血雾，精血不断涌进我的体内。与此同时，不远处一座大楼顶部，2位人类哨兵发现了丧尸群的异常。一名络腮胡子大叔皱眉开口：那座废弃钢铁厂怎么回事？难道还有幸存者？而身旁的一个短裙女孩却反驳了他：钢铁厂已经荒废很久，绝对没有活人的可能。原来这个世界8年前爆发了一场灾变，许多人类都变成了丧尸，而少数幸存者则获得了异能。这位络腮胡子大叔双眼变异，可以目视6公里以外的地方，而女孩双耳变异，能听见方圆5公里的动静。此时钢铁厂的动静让2人皆是皱起眉头。一旁的女孩开口道：今夜的丧尸太反常了，钢铁厂肯定有问题，夜晚不安全，我们明天一早再去看看，顺便将消息传递给团队其他人。而此时此刻，我正享受着这些食粮带来的快感，突然一阵沉闷的嘶吼声划破夜空，只见一道体型庞大的黑影出现在宿舍楼下，他形似一只舔食者，脑袋上却长着6只眼睛，足足有3米之高，转眼之间便从楼下跳到我面前。这般速度与力量看来是只变异种，但他找错了对象。正当他张口准备将我吞噬时，我微微一抬手，一股阴寒之气从我手中爆发而出，业障鬼火刹那间就将那舔食者全身吞没。只听凄厉惨叫声当场响起，不多时便没了声息。见状，我摇了摇头，这也太弱了，当即便将他的精血吸收殆尽，感受着自己体内实力的强化，我心头一喜，变异丧尸就是不一样，气血之力几乎与那几百头普通丧尸一般。就在我准备下楼继续寻找猎物时，一只体型异常魁梧、眼冒绿光的丧尸正从门外走来。看着他那股气势，很显然便是此地的主宰者。可当他踏进宿舍楼的瞬间，双腿不由得颤抖起来。只见我浑身散发出恐怖的威压，缓步朝他靠近。在这强大的威压下，让拥有低级神智的他本能产生了恐惧。下一刻，他身形一闪，便直接逃离了现场。见此，我微微一笑，算了，反正也吃饱了，今天便饶你一命。这段时间你就好好发育吧。待到夜幕散去，场内横躺着无数丧尸，而我也早已没了身影。此时大楼上的2人刚到现场，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慑在原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干的？不会又诞生出了什么新物种吧？应该不是，像是比丧尸更厉害的一种存在。看着面前的景象，2人再度打了个寒战。一夜之间屠戮近1000头丧尸，看来叶城出现了一只不可思议的大家伙。此时刚从末世回到修仙界的我，正在分解昨晚丧尸体内的尸毒。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尸毒蕴含着一种纯粹的本源力量，不仅可以强化体质，还能提升境界实力。如今一夜过去，我的僵王体质正在朝着红煞江迈进。看来得找个机会再去一趟那个地方才行。经过几日的等待，这个机会终于来临。这天，我妻子接到外出降妖任务后，房间内便只剩我一人。于是我立刻传送回钢铁厂，望着钢铁厂内大量干瘪的尸体，我眉头一皱。看来这附近的丧尸已经被我杀光了。突然一声巨吼从远处传来，看来又有只大家伙。随即我心念一动，朝着声音的方向疾行而去。与此同时，高楼顶部拥有听声辨位的女孩正靠在墙角，聚精会神地观测着方圆5公里的动静。忽然间，她瞳孔微缩，脸庞煞白。不好，有掠食者来了！闻言，一旁的大叔也是脸色一变。掠食者可比舔食者强大数百倍啊！随着街道上响起阵阵沉闷的脚步声，2人瞬间死死捂住自己的嘴，不敢发出丝毫声响。而此时的我也循着声音来到了街道路口，只见一个3米高的人形丧尸正拎着巨斧朝我所在的方向狂奔而来。这极快的速度与强大的气场，很显然是一头变异种。来得正好。随即我眼神变得猩红，下一秒便迎面冲了上去。见此情形，那只掠食者连忙挥起手中的巨斧，猛然朝我的肩膀砍了下来。没想到巨斧在接触到我的瞬间，竟被我钢铁般的皮肤震得粉碎。见状，我只是淡淡拍去肩上的灰尘。怎么，末世的伙食这么差？
没劲。下一秒便张开獠牙，一口咬向掠食者的肩膀，一股纯粹的精血力量滚滚而来，另有一缕尸毒渗透进去，使得掠食者突然发狂，凄厉嘶吼。只见他全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腐朽，很快便化作一滩烂泥。与此同时，我的容貌也开始产生变化，脸部的骨骼如同一副恐怖的面具附着在我的脸上，猩红的双眼不停闪烁，黑发再度变长，全身体质向着红煞江迈进。在一声沉闷的低吼声中，我完成了进化。望着自己煞红一片的指甲，我能明显感觉到其锋利程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万万没想到，才短短2个夜晚，我就成功进化成红煞江。而随着掠食者的死亡，躲在高楼顶部的女孩顿时呼吸急促起来。怎么了？那神秘怪人死了吗？不是，掠食者被秒杀了。那可是2级变异种，被秒杀了。正当这时，两人的通信器忽然响起，赶紧撤离！你们附近有毒母出没。毒母。两人相视一眼后没有犹豫，立刻离开了高楼。夜幕褪去，我已再度回到蜀山。如今我已成功进阶为红煞江，实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唯一可惜的是，那变异种体内蕴含的病毒并非如我所想，具备浓烈的毒素力量，使得我的修为未能突破斩灯境。看来若有时间，还得好好了解末日世界。想到这儿，我摇了摇头，紧接着便来到药田继续耕耘灵药。突然，蜀山的赵四从外面匆匆走来，经过询问得知，最近蜀山脚下出现了大量尸骨，看来附近又有邪魔现身。闻言，我眉头一紧，我记得妻子说过这件事。不过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线索。于是简单寒暄几句，我便回到屋内，准备烧上一桌好菜，等待妻子归来。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一位手持拐杖的佝偻老妇。见我一身道袍，老婆婆当即愣了半晌，随即便向我讨碗水喝。闻言，我缓缓眯起双眼，进来吧。老婆婆见我同意了请求，顿时惊喜，笑呵呵地迈进房门。趁着我背过身，她直接暴露真实面目，2只眼珠疯狂颤抖，修长的猩红舌头当场弹出。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人啊！只见那猩红舌头如长鞭朝我刺来，瞬间就将我的脖颈死死缠住。然而就在下一秒，我转头露出一口银月般的獠牙，一口咬在他那猩红的舌头上，紧接着用力一扯，一股巨力瞬间扯断他的舌头。此时发出惨叫的老婆婆心生无边恐惧，眼前这位小道士的力量，竟比老大幽泉血魔还要恐怖。此乃蜀山人间圣地，怎么盘踞着如此可怕的邪王？想到这儿，老婆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前辈饶命啊！闻言我并没有回答，而是一只手死死扣住她的头颅。在如今红煞江的体质下，我拥有了隔空吸血的能力。只见清泉般的气血顺着她的头颅流入我的体内，不一会儿，老婆婆已然变成一具干瘪的尸体。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便是最近霍乱蜀山附近的那只邪魔。于是我没有犹豫，立即2手掐诀，念出焚火咒，将他的尸体焚烧殆尽。这时我发现身旁有块妖婆掉落的通讯玉佩，幽泉血魔看着上面的信息，我不禁眯起双眼。看来这就是那妖婆口中的老大。随即我冷哼一声，大步离开了蜀山。转眼间夜幕降临，在蜀山100里之外的一处洞窟外，李幽微正执行长老下达的降妖任务，守住洞口，不能让邪魔逃走。望着黑云阵阵的天空，他不禁摇了摇头，看来今夜是赶不回去了。随即他拿起传讯玉符，告知夫君今夜无法赶回。突然间一阵阴风袭来，洞窟狂震，3团黑雾从洞内朝着远方疯狂疾驰。见此情形，李幽微脸色大变，连忙施展法印，将3团黑雾困在其中。紧接着他拂袖一挥，将3团黑雾收入降妖袋中。至此他长长松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抹笑意，可以收工回去了。可就在李幽微喜滋滋准备转身离开时，一道血印巨掌狠狠拍在他的身上，一口鲜血顿时从他口中喷涌而出。当他抬头时，只见一身黑袍的幽泉血魔正矗立在他面前。见此情形，李幽微顿时脸色煞白，这个老妖物果真是盯上我了。这时幽泉血魔阴寒开口，毁我天河阵，纵使杀你1000遍万遍都不够。就在血魔将要动手时，他猛然感受到一股凛冽的寒意。只见我以红煞姿态出现在他身后，同时一只手攥在他的脑门上。在下幽泉，若有惊扰，还请前辈宽恕。闻言我并没有理睬，体内的红煞之力瞬间爆发，直接将幽泉体内的气血稀释殆尽。这一幕让李幽微倒吸一口凉气，心中颤抖不已。片刻间，幽泉的惨叫声逐渐微弱，全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最后便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解决完幽泉后，我没有犹豫，转身便隐匿于黑暗中。不一会儿，一众弟子匆匆赶到，望着地上干瘪的幽泉尸体，纷纷露出惊骇之色。劫后余生的李幽微便将事情全盘托出。一旁的小师妹闻言赶忙上前安慰：大师姐，没事就好，幽泉能伏法也是喜事，至于其他的，咱们回去商议。随后众人便带着李幽微一同赶回蜀山。此时清晨的余光洒落而下，回到家的我连忙拿出笔墨，告知妻子我去深山寻找新的药材，随即便转头进入末日世界。看着熟悉的路口，我习惯性的舔了舔嘴唇。狩猎开始了。正当我准备去往其他街区时，却在一处巷口发现了一只形貌完全不同的丧尸。只见丧尸全身漆黑，眼中闪烁青绿之芒，尖锐修长的獠牙正在啃咬同类尸体。这头丧尸
竟然扛住了我的尸毒。这一幕不由让我露出惊喜之色。与此同时，这小僵尸嗅到了我的气息，停止了啃咬的举动，接着低下头，弱弱的发出2声低吼。目睹这般画面，我嘴角不禁微微上扬。这小东西竟还有些许神智，倘若能拥有一支这样的僵尸队伍，那我的进化道路显然会更加顺利。为了证实还有能承受我尸毒的特异丧尸，我转身回到钢铁厂，在那儿满地的尸骨之中，赫然有2头僵尸正在觅食，这让我不禁狂喜。看来的确存在一种特异丧尸，虽然比例过于夸张，但他们的战力显然比普通丧尸强上100倍。突然我感知到5公里外有2个人类的气息，但那2人的气血却远超常人，明显不是凡俗之辈。于是我脚步一迈，身形悄然消失原地。与此同时，一座高楼顶部，女孩和大叔正用自己的异能探测四周。正当他们还在疑惑我怎么突然消失时，殊不知此时的我已然出现在他们身后。看着面前的2道身影，我缓缓开口：“你们是在找我吗？”此话一出，2人的身躯刹那间绷得笔直，同时猛然回头，一脸惊恐地看向我。见状，我淡淡一笑：“我对人类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哪里有丧尸。”女孩感受到我没有恶意，于是便将6公里外的科研所中出现毒母的消息告诉了我。科研所，看来这科研所内有着某种病毒，才让大量丧尸里诞生了一头毒母。虽然还不清楚它的实力，但只要是有毒的，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养料。想到这儿，我没有多言，拂袖一挥间便原地消失不见。很快我就来到那所科研所附近。此时科研所外的空地上横躺着不少丧尸的尸体，看来是有人捷足先登了。于是我立刻动用红煞浆体质的感知，发现里面正有许多生命在快速移动。见状，我嘴角泛起一抹冷笑，一步踏出便消失在原地。循着感应，我很快找到了那群人，并在暗中冷冷观察着他们。这时，一名头戴鸭舌帽的大汉突然打了个寒战。怎么突然变冷了？身旁一名个头矮小的男孩皱眉开口：“老大，这地方好像有点不大正常，外面的丧尸处理的有点太轻松了。”大汉听闻此话，咧嘴一笑：“没什么可担心的，这座科研所早在8年前就荒废了，所有人全部遣散逃离，但留下的物资按6个月标准配置，如果没有猜错，物资应该还存大半，可以让我们哥儿几个享用。”说罢，便拿起钢棍撬起面前的大铁门。听到这话，众人皆是咧嘴笑了起来。随着铁门被打开，琳琅满目的物资让众人纷纷大喜，下一秒便一拥而上开始抢夺。忽然一声惨叫让众人停下手中的动作，只见一名成员抱着木箱从货架深处逃来。快跑，有变异种！随即一只体型庞大的爬行者便出现在他身后。见此情形，大汉倒吸一口冷气，立刻出声：“不要慌，只是一头而已。”话音刚落，身旁就又传来一声惨叫，大汉连忙后退。竟然还有！随即便拔出身后长刀，狠狠砍向身旁的第2头。电光火石间，仓库四处皆有惨叫响起，赫然出现了5头爬行者。男孩目睹此景，脸色吓得煞白，头也不回就转身逃离。可就在他仓皇逃跑时，却忽然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身首分离。只见一头庞然大物缓缓从暗处走出，红色的双眸加上锋利五爪，很是恐怖。大汉见状，整个人宛如晴天霹雳。这是巨异毒母！这时毒母的大嘴猛然张开，一阵尖锐的嘶鸣声瞬间响起，这让在场所有人纷纷捂住耳朵，痛苦地倒在地上。在巨异毒母强大的威压下，仓库内的其余4只爬行者此刻也都纷纷低下头颅。坏了，这头巨异毒母莫非是吞噬了黑光病毒？大汉见状心底发颤，虽然无法猜测它的等级，但绝对比4只爬行者高。念头闪过的刹那，周围的惨叫声再度响起。原本进入科研所的20余人，如今只剩下不到一半。就在此刻，巨异毒母喷出绿色的雾气，刹那间便充斥整个房间。大汉急忙屏住呼吸，同时开始逃离充满绿色毒雾的范围，但他的成员们却闪躲不及，纷纷倒在毒雾之中。此时大汉吓得双脚发软，扑通一声绊倒在地，身后的毒雾也开始进入他的口鼻。就在他意识将要模糊时，我的身影正从房间外缓缓走来。大汉见状有些困惑，这是什么人？从抓板来看，绝对不是我的成员。而下一秒，他的神情便从疑惑转为惊骇。只见我深深吸入一口毒气，紧接着面对冲过来的巨异毒母，嘴角露出一抹邪笑，味道不错，应该是上佳食粮。巨异毒母好似明白自己的威严受到挑衅，随即抬起利爪狠狠朝我撕来。可这一击却只是撕碎了我的道袍。乖，很快就好。话音刚落，我便抬手一拳将巨异毒母的利爪轰碎，更是掌尖一探，指甲瞬间刺进他的脖颈，气血力量刹那滚滚而来。巨异毒母疼得发出尖锐嘶鸣，想要挣脱，却被我死死扣在五指之间。在吸收气血的同时，巨异毒母体内蕴含的黑光病毒也在被我吸收。此刻我能明显感觉到，除了体质变强外，我的境界实力同样朝着斩灯境后期跃进。与此同时，巨异毒母庞大的体型开始渐渐变小，它那尖锐的嘶鸣声愈加微弱，最后倒地不起。倒在地上的大汉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要知道，巨异毒母是融合了黑光病毒的变异种，不仅仅力大无穷，喷出的毒物还带着强烈的腐蚀性剧毒。可是眼下我却以一种他无法理解的强大姿态，完全碾压了毒母。叶城何时出现了这样一位可怕的强者？就在他震惊之余，我已然将毒母内的黑光病毒全部吸收。正当我准备离去时，大汉突然开口：“高人，请留步！”只见他面如土色，全身青筋暴突，显然是他体内的病毒开始发作。恳求您
给我个痛快！闻言，我沉默了半晌，随即弹指间挥出一道剑气，穿过他的身体。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满足他的愿望后，我便拂袖消失在原地。日落斜阳，回来的我已然准备好了饭菜。此时刚从宗门回来的李幼薇双眼通红，见状我内心顿时一颤。2日不见，妻子莫非是受了什么委屈？闻言，李幼薇一把扑进我怀里。夫君，我们有好日子过了。原来之前幽泉血魔的事，让他成为了朝天阙封主的传承弟子，也让宗门给了我一份视察锁妖塔的工作。没想到这份工作让我今后的僵尸生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来到锁妖塔前。此时塔外一位老者徐徐睁开双目。你就是沈毅，正是在下。话语间，一块令牌化作霞光飞到我手上。每月视察第一层3次，切记勿与他们攀谈，以免被射走心魄。闻言，我拱手作揖。是长老。说罢，便拿着令牌走进锁妖塔。可刚进塔内，我就感觉这里与外界完全隔绝，邪气无法扩散，宛如一个浑然天成的牢狱世界。突然，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锁妖塔无法被窥探，那么岂不是就可以？很快，我便来到一间囚室面前。魔头法无相，看着门上的牌匾，我有些好奇，这魔头究竟长啥样？于是便透过窗口查看。只见一头红发、长着犄角的男人正盘坐在囚室中间。突然，那男人睁开双目与我对视，一瞬间，我仿佛看到许多冤魂在我面前发出凄厉嘶吼。过来，到本座这里来。只听他发出低沉的话语，随即我便身躯僵直，拿着令牌推门而入。见此一幕，法无相嘴角挂起一抹冷笑。就在我走入囚室时，隔壁的蛇妖似乎也听到了动静，顿时幽怨低语：这小道士定力不错，只可惜初出茅庐。随即呀的一声尖叫骤然响起，但很快就消失不见。大约过去了2分半钟，我的身影便出现在门外，并在门外刻下了法无相的死亡时间。随着我的身影在窗口掠过，那蛇妖顿时一阵错愕：什么情况？刚才惨叫的人是法无相。与此同时，我的手上拿着一枚太阴血印，此血印爆发之下可掠夺气血。此前我就察觉到这魔头能引得旁人自身气血失控，没想到是因为这件宝贝。若是在丧尸世界面对尸潮时，就不用我一个个动手了。想到这儿，我便走出锁妖塔，和老者汇报了法无相已经作画后，便赶忙进入了丧尸世界。当我来到高楼，准备寻找之前给我毒母消息的小姑娘时，却并没有发现她的身影。此时我不禁稍稍皱起了眉头，因为我感知到有淡淡的血腥味扩散。这里似乎发生过一些打斗，难道出什么事了？我眯起双眼，冷哼间，身形蓦然消失。与此同时，一所监狱操场上，络腮胡大叔浑身是伤的倒在地上，身旁是一群被绑起来的幸存者，短裙女孩也在其中。这时，一位手持皮鞭的长发女子开口：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那个人在哪儿？话音刚落，她便舞起手中长鞭，狠狠打在大叔的身上，使得大叔在剧痛中彻底昏死过去。原来这个女人名叫姬少玉，是银月兵团实际掌管人之一。由于上次科研所事件，使得她的马仔鸭舌大汉死于非命。经过一番调查后，她很快锁定了科研所附近的监狱。一番逼问下，终于套出了我这个神秘人，却没人能说出我的来历和踪迹。拉出去，喂丧尸！姬少玉冷漠出声。只见围墙铁栏杆位置，正有一大群丧尸龇牙咧嘴，发出恐怖的嘶吼声。等一下！眼见大叔就要被喂丧尸，女孩连忙出声阻止。此时，姬少玉稍稍抬头看向人群中的小姑娘，冷笑道：小朋友，你知道那个人的踪迹？女孩发颤的摇了摇头。姬少玉见状收起了笑容。既然这样，那就便如你所愿吧。随即，一群大汉一脸狞笑地向他走来。不要过来！女孩连忙紧闭双目。忽然，一道倩影闪身出现在围墙上面，赫然是这所监狱的首领之一柳香。紧接着，一个大汉扑通一声倒在了女孩的面前。原来还有其他人。只见姬少玉眼中寒芒一闪，一个脸庞戴着黑纱面具的年轻男子从他身旁直接迈出。男人速度极快，腰间佩戴一柄银月弯刀，在寒芒出鞘的瞬间朝着柳香刺去。八尺剑夫！来不及思考，柳香立刻甩出几颗烟雾弹。只听天空一声巨响，一团白雾疯狂向四周扩散，很快弥漫了大半个监狱。由于视野受阻，柳香避开了八尺剑夫的致命一击，但脖颈仍旧被划出了一道血痕。与此同时，女孩便趁乱挣脱束缚，匆忙拉大叔准备逃离。不料一根长鞭破空声袭来，无情扇在了她的身上，女孩当即被打倒在地。只见姬少玉面无表情地从白雾中缓缓走出，准备再度甩起长鞭，想要了结女孩的性命。可突然，姬少玉瞳孔猛然凝缩，一句悠悠话语从她耳边传来：听说你在找我。声音扩散，响彻监狱四周，让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此时我静静地站在最高处，冷漠望着下方。与此同时，八尺剑夫嗅到了一种强敌的味道，也瞬间来到了姬少玉的面前，看向上方的我，他弯刀寒霜显露，脚步一迈，便直接朝着我刺来。见状，我只是微微抬手，随即在众人的目光下将银月弯刀隔空扳断。见此情形，八尺剑夫猛然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知道他的钢刀由特殊材料打造，哪怕是面对能够抵抗热武器的狮王，也能上去拼两下。但是此刻他的钢刀竟然被无形扳断。敢问阁下尊姓大名，隶属于何方组织？八尺剑夫细思极恐地说道，同时身躯稍稍往后退了半步。这个动作也让姬少玉一脸不可置信。如果连八尺剑夫都不是此人的对手，那么这整个小队恐怕都无法对付他。姬少玉见状，当即挤出笑容：朋友，我们是邺城银月兵团的人，对于实力强大的能力者，向来广而代之。以你的能力，组织定然不会亏待你。闻言，我嘴角露出一抹微笑，淡然出声：很遗憾，
我觉得你们死了更好。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巨大的血印腾空而起，骤然间，红色的光芒映照了整个监狱。那围墙外的丧尸首当其冲，在嘶吼声中全身体态崩溃，气血纷纷汇聚，从额头激涌而出，刹那融入血印之内。与此同时，姬少玉和八尺剑夫连同银月兵团众成员们全身气血翻滚，完全不受控制，朝着额头涌出身形迅速枯萎，有些人甚至连声惨叫都未传出，一身气机就已经荡然无存。不过半晌，整个监狱陷入了寂静，地上横躺着大量尸体，皆是死相十分凄惨。天哪，神迹啊！这时，监狱内一位老先生热泪滚滚的匍匐跪倒在地，见状，所有人也在此刻纷纷高喊，就连柳香等人也仓皇间连忙跪了下来。我低头看向地上黑压压的一片没有逗留，当即便消失在了原地。2分半后，众人发现此刻已然没有我的身影，监狱四周风平浪静，就连那珠字血印也消失了。女孩知道高人大概是离去了，准备收拾一番吧，我们需要离开监狱。毕竟这里已经被银月兵团发现了。女孩闻言点了点头，突然柳香捂住了嘴，面容带一丝惊悚。众人见状连忙凑了过去，原来柳香在姬少义的身上发现了银月兵团探查的消息，2日前夜城外出现了尸潮。女孩不解地问，这消息准吗？银月兵团也有强者，特殊能力者不在少数，他们探查的情报基本不会有错。柳香叹息一声，倘若尸潮到来，监狱显然是不能待了。说罢，柳香迅速做出决定，让所有人带着物资立刻寻找新的地方。与此同时，监狱外3公里处，我听到了众人的谈话后，便不断朝着城外赶去。虽然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尸潮就是死亡信号，但对于我来说，尸潮便是天赐补品。很快，我赶到了城外荒野平原上，通过红煞江体质的感应，我隐约感知到了乌泱泱一片的尸潮。我看了一眼手中那正在微微闪着红光的太阴式血印，若是情况顺利，看来今晚我就能晋升斩更境后期，天凶江的历程也近在眼前。于是我深呼吸一口气，脚步迈出，直奔尸潮而去。此时的荒野上，一对兄妹正开着一辆越野车，向着邺城疾驰而来，而在他们后方赫然是乌泱泱一片的尸潮，正在大规模移动。就在这时，妹妹突然一脸惊恐地将头伸出窗外，只见一道红色的光柱显露在月牙之下，凡是被光柱照射到的丧尸纷纷血肉崩溃，气血飞流。此时我站在尸潮的边缘，望着面前倒下的丧尸，这不禁让我感慨这太阴是血印的力量。随即我便轻轻一抬手，丧尸们的气血如同河流般汇入我的体内。此刻的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红煞江体质正在朝着天凶江历程不断迈进。就在境界快要突破时，尸潮中的一些丧尸察觉到了我的存在，顿时嘶吼间朝着我这里冲了过来。见状，我立马从体内释放红煞之力，面前的丧尸瞬间肉身崩溃，体内的气血更是被我尽数吸收。见此一幕，后面的丧尸明显感受到了危机，不由得向后退去。就在这时，天空传来一声厉命，一道巨大的黑影俯冲而下。当我抬头望去，只见一只庞大的变种怪鸟正抬起它那粗壮异常的巨爪朝我袭来。见状，我嘴角勾出一抹邪笑，这个世界的变异程度还真有些出乎意料。就在巨爪碰触到我的一刹那，一阵铿锵的金属音骤然响起，我淡淡一笑，就这种程度吗？随即我大手蓦然扣住了它的巨爪，猛地将其狠狠摔在了地上。见此情形，怪鸟用它那獠牙迅速朝着我的脑袋咬来，可就在这时，它忽然浑身抽搐，羽翼狂舞。看来我的毒你受不住。说话间，我便死死摁住怪鸟的头颅，无情划开它的脖子，伴随着凄厉的厉鸣惨叫，庞大的身躯已然开始枯萎。与此同时，我的双目绽放出强烈的红芒，体内磅礴的气血也开始翻涌。只听轰的一声，一股阴煞之力从我体内迸发而出，天凶将进阶。随着进阶的开始，我的身形也在发生转变。与此同时，在远处的越野车中，那对兄妹满目惊骇地望着刚才的一幕，其中哥哥更是瞳孔地震。他秒杀了异形者，那可是猩红狮王带来的变异种啊！高手，这肯定是个 S 级大高手。只因在他们江城当中，这种异形者完全让人束手无策。基地内需要用超过10位强大能力者才能换取一头异形者的陨落。在我解决掉异形者后，尸潮很快被分流了很多，使得2人暂时脱离了危险，距离邺城越来越近。而此时的我已然进阶为天凶江，倒也我成了。感受到僵尸之力又上升了一个高度，我不由狂喜。忽然一道系统声在我耳边响起：恭喜宿主习得江山道法，您的僵尸之力可与道法术相融。闻言，我心神一震，那岂不是说我现在可以使用僵尸之力掺杂道法之术？想到这儿，我拿出藏在身后的长剑，看向几只逃到远处的丧尸口中念出咒语，随即金色光芒夹带着阴邪煞气汇聚长剑周身，剑气咒出，一道灰白之芒划破长空，那几只丧尸瞬间被剑气撕碎，将身与道法相融，竟然厉害到这般地步。望着这一幕，我有些许震撼。可在惊叹之余，我很快发现了这技能需要消耗大量的道术精元。不过这末日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气血和病毒。于是我看向面前仅存的一些丧尸，当即催动法印将其范围扩大数倍。待到丧尸的气血都吸收后，我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我便消失在黑夜之中。很快我回到家中，此时妻子通过御简发来消息，燕王朝惊现地藏鬼佛，他奉蜀山之命前去降魔。看到这消息，让我有些诧异。地藏鬼佛前身是修士，修炼古道后沦为邪魔，明知蜀山一直在找他，
可如今为何会贸然现身？想到这儿，我便不再犹豫，一步迈出便离开了家中。此时李由威的队伍已经来到了一处毒瘴林中，看着下方满是毒雾，难以渗透神识的树林，为首的仙婆婆大袖一挥，当即决定绕过去。师尊，万魔海有异变！忽然一名弟子惊恐地喊道，只见脚下磅礴的毒雾掀起了巨大的漩涡，紧接着一张由毒雾幻化而成的巨大骷髅朝着队伍吞噬而来，强大的吸力使得仙婆婆面色骤变。突然一道魔煞冲天的身影出现在魔海深处，地藏鬼佛！随即他轻喝一声，一个剑阵显现在他的身后。只见仙婆婆一步迈出，直接奔赴地藏鬼佛的位置。李有为等一众弟子见状也纷纷跟了上去。此刻地藏鬼佛面无表情地望着朝他杀来的众人。蜀山当代封主吗？可惜神魂快要枯竭，反倒是他身后那名女子，神魂气息竟如此磅礴纯净。说话间，他的眼睛便死死盯着李有为从天而降的身影。当李有为来到万魔海下方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一个巨大的法印出现在天空中。看来仙婆婆已经和地藏鬼佛交战。于是李有为当即准备冲破毒雾上前帮忙，可就在他踏出一步时，一个面容可怕的黄衣修士赫然出现在他的头顶。地藏鬼佛，怎么会？强烈的危险气息使得他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此时上空交战声依然在传响，李有为这才意识到，眼前的地藏鬼佛似乎是一具幻化而出的分身。就在李有为愣神之际，地藏鬼佛朝着李有为轻轻一抬手，一股拉扯感瞬间席卷全身。李有为立刻催动真元，掀起一道长虹剑气，狠狠砍向地藏鬼佛。可剑气来到地藏鬼佛面前，却被轻而易举地震碎了。此时李有为一脸不可置信，要知道刚才的那一击，就连此前的幽泉血魔都不敢硬刚，可却被地藏鬼佛如此轻松地给化解了。突然那股拉扯感又再次袭来，使得李有为再也无法动用丝毫真元力量，意识也逐渐模糊。见此情形的地藏鬼佛忽然大笑，这小丫头竟然是剑仙神魄，苍天有眼，我地藏终于要崛起了。说罢便向李有为缓步走去。恍惚间，李有为好像看见了一袭白袍的身影朝着他这边赶来。李有为惨然一笑，以为是自己临死前出现了幻觉，随即便无力闭上了双目。与此同时，天空迸现五雷之光，将周围的毒雾屏障击碎。我的身影已然出现在地藏鬼佛的身后。就在他回身时，我一拳落在了他的面门之上。离我夫人远点！我怒吼道，同时一记法印落在地藏鬼佛的身上，瞬间使得他发出凄厉惨叫，分身如火盘燃烧。该死的小道士，你敢伤我！地藏鬼佛猛然向后退去，同时想要压下身上燃烧的烈焰，却发现这术法充斥着诡谲的味道，与寻常的道术截然不同。很快分身崩溃，青烟冒起，最终被烧成了灰烬。与此同时，正在与仙婆婆交战的地藏鬼佛本尊，因为受到分身影响，魂法波动，出现些许混乱。仙婆婆瞅准这一刻，手握蜀山至宝悬丝镜，狠狠盖向地藏鬼佛。不料一股更为强大的气息从地藏鬼佛体内爆发，使得仙婆婆被震得倒飞出去。不好，这地藏已经凝聚了阴魂煞。仙婆婆嘴角溢出鲜血，当她再度抬头时，地藏鬼佛已经悄然来到了她的背后，一掌拍出，直接使她从半空跌落。坏本王好事，今日蜀山弟子一个不留。说话间，万魔海领域遮天蔽日，一个巨大的骷髅面孔浮现在天空之上。此时地藏鬼佛目光阴冷地盯着下方，企图找到刚刚崩裂他分身的我。可无论神识如何横扫，都只有倒地上的李有为。你逃不了的。地藏鬼佛森寒地狱，再度爆发出恐怖的阴煞之力。顷刻间，大量蜀山弟子肉身崩溃，神魂瞬间被吞噬殆尽。就在这时，整个万魔海突然产生了震荡，一股阴寒刺骨的暴风将这是什么神通能力？地藏鬼佛一脸惊骇，随即牵引出阴煞魂魄借以抵挡。可在我强大的天凶之力面前，这些都是徒劳。片刻间，地藏鬼佛便失去了自己的肉身。这时，他的一道残魂进入了阴魂煞体内，想以此逃离这是非之地。可我怎么会轻易放过他？随着我心念一动，顷刻间席卷漫天毒雾，顿时奔向地藏鬼佛。紧接着，惊雷凝聚一下，轰在了他的头顶。只听一声凄厉的惨叫，滚滚火焰席卷了他的全身，最后彻底消失在天空之中。见此一幕，诸多蜀山弟子满目惶恐地捂住嘴。地藏死了，我们也要死了。此时仙婆婆重新站起身，她深知自己不是我的对手，可作为封主，她还是决定放手一搏。突然云层化作风暴将我周身遮蔽，紧接着乌云散去，露出了日月之芒。见此情形，仙婆婆内心顿时松了一口气，随即连忙转头下令，所有弟子速速回宗。随着话语传到，大量蜀山弟子赶紧脱离万魔海范围。意识模糊的李有为也在同伴的搀扶下离开了此处。待到众人离去后，我便再度出现在万魔海的深处。因为我在吸收毒物时，发现此地的毒物并非地藏鬼佛散发而来，而是另有其物。于是我不断朝着万魔海深处走去，很快便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深渊。伴随着诡异的黎明，大量毒物正如风暴般不断涌出。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皱了皱眉，随后化将体跃进了深渊之下。很快我便在底部发现了一朵朵绿色的花，还有一柄不断散发死气的黑色旗帜。原来如此，
看着面前的旗帜，我大致明白了这万魔海的毒物是怎样产生的。紧接着，我便上前准备拔出地上的那柄旗帜，可就在我触碰到旗帜的一刹那，一个庞大无比的地下宫殿进入了我的脑中。日月邪教罗峰门。通过画面提供的信息，让我不由得心神一震。而在这柄旗帜上更是写道：罗僧旗是罗峰门命脉所在，旗在人在，旗毁人亡。点灯者自为罗峰门主。这么说，我这就成为了所谓的罗峰门主了。我面露诧异看着面前的旗帜，也罢，杀人掠宝金腰带，不要白不要。随即我大袖一挥，直接将罗峰旗收起，又转身开始摘出深渊下的大量死气之花。与此同时，无比遥远的荒州中，一位大魔头紧闭双目，坐在一处大殿中。突然，他猛地睁开双目，什么人？竟然解除了蛊毒，还点亮了罗峰旗。随后，他的神色从震惊转为狂喜。尔等速速醒来，随同本王，立刻觐见新任门主。随着时间的流逝，回到蜀山的我也察觉到了一些端倪。表面上平静的蜀山，实则却暗流涌动。只因这些时日，我发现很多主峰长老面色皆是带着忧虑，隐约间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为了妻子的安全，我每天都会去缥缈峰观察妻子的伤势。眼见妻子坐在阵法当中，并没有出现伤势恶化的情况，我才会安心的转身离开。这天就在我欲转身离去时，有股熟悉的气血波动出现在了我的感知范围内。赵空明，我微微皱起眉头，只见夜幕之下，赵空明身形犹如鬼魅，游走在半山腰之中，很快便来到了妻子李有为所在地。见状，我不禁杀意骤起。不枉我调查数月，总算有了结果。赵空明看见李有为至今没有醒来，嘴角微微上扬。原来地藏鬼佛之前发现具有仙魄的蜀山弟子是你。说完，他便悄无声息地踏进房间。就在他准备对还未醒来的李有为伸出魔爪时，一股狂风席卷了整个房间，眼睛都睁不开的赵空明立刻出声：谁？同时，他也爆发出自己灵犀境巅峰的气息。他的话音刚落，一道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而那背影的掌间出现一柄小旗，散发着浓郁的魔煞气息。邪王！赵空明脸色当即一变，冷汗直流。他当即收回魔爪，转身离开房间，更是准备大吼出声：市井蜀山来个倒打一耙！见此情形，我眼眸闪烁杀机，掌间罗峰旗微微一动，便有数百只鬼怪显露，刹那间便缠绕赵空明全身。强烈的剧痛夹带着生死的危机感，使得赵空明发出凄厉惨叫。这时我缓缓转过身，在惨白烛火的映照下，一袭黑袍加身，加上周旁嘶吼着无数妖魔鬼怪，这幅画面让赵空明心神恐惧连连。等等，前辈有话好好说。此女师父的仙魄，晚辈让给你便是，莫要杀我，莫要杀我呀！这时我冷冷盯着他，地藏鬼佛与你是什么关系？这句话落下，使得赵空明晴天霹雳，他这才反应过来，眼前的未知邪王正是那万魔海中宰了地藏鬼佛的绝世凶魔。他前身是我圣火教的第一护法，也正是他发现了此女身上的仙魄。我只是普通的教众，我也是奉命行事。赵空明胆骇尖叫，圣火教！我眼眸一片阴冷，随即催动手中的罗峰旗。下一秒，万鬼贪婪蚕食着赵空明的身躯，最终将赵空明吃得尸骨无存。当我再度回身看向昏睡中的李有为时，眼眸转而化作柔情。夫人，你安心养伤，外面的事我来处理。说完便拂袖间便消失在黑夜之中。数日后，大量圣火教众盘踞在某座巨大洞窟中。几天前，他们收到消息，计划对蜀山周边掀起祸乱。此时，圣火教的第二护法庄龙严肃地望着下方，沉声开口：诸位，教主有令，即刻对蜀山周边掀起祸乱，动静越大越好，以此来分散蜀山的注意力。等到教主出了锁妖塔，必将率领我等将圣教做大做强，屠戮正派，吞并魔道，再创当年辉煌。庄龙沉声的话语刚刚落下，底下一众教徒狂热无比的挥舞手中的旗帜，大吼回应：屠戮正派，吞并魔道，扬我圣教不灭圣火，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庄龙见此无比欣慰，当即便一声令下，出发。随着庄龙顷刻出声，所有圣火教众也准备开始行动。可就在这时，天际忽然黑云滚滚，一股史无前例的威压笼罩在整个洞窟范围。庄龙眉头一皱，冷哼间大袖扶起身形，出现在洞窟之外。何方宵小，在此装神弄鬼，立刻给本护法现身！与此同时，一众教徒也纷纷来到洞外，看着天顶的景象，不禁露出一丝惊恐。这时，云层中显露一位面若鬼罗的冷酷人士，只是一眼庄龙，瞬间心头一颤，瞳孔更是凝缩而起。这是何方邪道力量？此地圣火教否？那位面若鬼罗的人士冷冷开口，至极的压迫感使得庄龙收敛了些许脾性，警惕问道：在下圣火教护法，敢问阁下来此所谓何事？收到确切的回复后，冷酷人士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我乃竹叶魔尊，我们罗峰门主，希望你们圣火教消失。一语落下，庄龙面容大变，只见苍穹威压骤起，一张遮天蔽日的恐怖罗网瞬息笼罩而下，3000门徒刹那动身。与此同时，竹叶魔尊拂袖间亲手朝着下方镇压而去。庄龙立刻爆发出云狐境后期的实力，意图撕开苍穹罗网，却在竹叶魔尊的一掌之下被轰得狂喷鲜血。他面容显露惊骇恐惧，好可怕的魔头，只是一掌就将他打得身形涣散。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灭我圣火教？随着庄龙的怒吼，一场无情的杀戮也就此上演。在罗峰门这古老神秘的力量面前，圣火教众徒宛如蝼蚁一般任其宰杀。竹叶魔尊平静望着这一幕，神色不起丝毫波澜。今夜过后，人间再无圣火教。他淡淡低语，掌尖轻轻一捏，只见黑色煞气爆发，那些圣火教的余下强者顷刻间纷纷暴毙而亡。不知过去了多久，洞窟再度陷入往日的寂静，只是这方圆10里内多了些浓郁的血腥味，久久挥之不去。竹叶魔尊此时手心微光闪烁，传递出一道信息。这时一位门徒凑了过来。魔尊大人，门主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何时才能见到他？那位门徒低声问道。解除蛊毒，点亮烙印，更是罗完齐臣服之人。他神通广大，诡秘莫测，岂是你我想见就能见？竹叶魔尊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也许是自己身份不够，门主不见他，恐怕还需要等罗僧门那2位醒来才可。竹叶魔尊拂袖间，3000门徒瞬间消失苍穹，只留下满地尸骸。清晨，蜀山缥缈峰上，李由威神色忧虑地靠在床边。这时，我端着一碗药水从门外走来。来，夫人，喝药了。忽然，李由威紧张兮兮问道：“夫君，你可曾听闻过荒州罗峰门？”此话一出，我微微愣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未曾听闻过。这时，李由威抓住我的手。那夫君有没有听说过咱元阳州的圣火教？就在前2天，罗峰明将圣火教给满门屠戮。说到这里，李由威明显感到十分焦虑，更有浓浓的担心。闻言，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作为一个小小的道士，无论外界产生何等变化，我都理应插不上什么话。于是我开始转移话题。夫人先行养伤，外界的事情自有高人处理，我再去采摘些药材回来。说着，我便起身准备离开。这时，李由威神色露出浓浓的担忧。夫君无需过多忙碌，我这伤势过不了多久就会好。言罢，我却是摇了摇头。身魂重创，最好需要醒魂花，我去就会。在李由威担心的目光中，我转身离去。时隔多日，我准备再度进入丧尸世界，想要通过罗峰奇在丧尸身上提取所需要的材料。经过圣火教卧底赵空明的阐述，妻子身负着一种叫做仙魄的天资，也就意味着妻子的神魂当中藏着非常强大的力量。尽管现在并未激发，但终有一日会苏醒。想到这儿，我拂袖一挥间便消失在原地。转眼间，我来到了末日世界，看着远处邺城方向升起大量黑烟，我不禁稍稍皱起了眉头。看来邺城又发生了一些变故。这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呼唤，是精神相慕。看来那小女孩她们没死。我略微沉吟片刻，随即身形一晃，直接消失在原地。与此同时，邺城的一座高楼内，短裙女孩脸色苍白地坐在地上。没了，都没了。突然，一名同龄的男孩拍了拍她的肩膀，神色凝重地指向墙角位置。我们还有希望。只见几百名幸存者纷纷跪在地上，双手抱拳，诚恳地祈祷。短裙女孩见状，摇了摇头，失落地说道：“左文，放弃吧，前辈早就离开邺城了。毕竟这段时间以来，他再也没有听到外界特别的动静，有的只是成千上万只丧尸的吼叫和人们的求救声。”这时，一道急促的声音从女孩通讯工具传出：“南面有动静！天哪，丧尸全都飞上天了！”随着通讯器里的话语传出，所有人连忙起身看向窗外，只见远方天际出现了黑色的龙卷风，将邺城地下的诸多丧尸全部卷了起来。是前辈，他回来了！短裙女孩面露狂喜，身旁的一众幸存者见此景象更是泪流满面，纷纷叩首高呼：“神迹降临了！”就在此时，漩涡的范围逐渐扩散至方圆5公里，而在漩涡中心，我凌空而立，手持罗凤旗，口中念念有词：“这些丧尸果然皆是身负着残魂，只要稍加炼化，就是一种大补品。看来妻子的仙魄有救了。”想到这儿，我双眸顷刻化作幽寒，天凶将体质展露在外，开始了更可怕的力量催动。同时，我也在隔空吸食着那些丧尸们的气血力量。霎时间，邺城天空黑暗遮蔽，如同夜幕降临。与此同时，在邺城某处，一位年轻的妖异男子盘膝而坐，只见他猛然睁开猩红的双眼。死级强者吗？他嘴角微微上扬，紧接着缓缓起身，一声怒吼之下，他的背后赫然伸出一双7尺古翼，同时体内爆发猩红的毒雾向四周扩散开来。同一时间，短裙女孩一脸惊恐地站在窗前。猩红狮王，他现身了！只见一道猩红光泽映照在邺城上空，扩散的毒雾也使得周边的丧尸开始躁动。这时，一旁的左文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股气息不对劲，猩红狮王比之前更强了，他体内可能已经具备2种 S 级病毒。此话一出，使得众人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知道，丧尸融合了2种 S 级病毒，纵使是 S 级能力者，也根本不是对手。短裙女孩闻言，忧心忡忡地看向远方龙卷的位置。前辈能与其抗衡吗？而此时的我还在吸取丧尸们的残魂，随着吞噬的残魂数量越来越多，一朵晶莹剔透的红花缓缓凝聚在我的面前。突然，下方的红色雾气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微微侧目看去，便从血气感应中发现了大量异形者，以及一位血气爆表的存在。难道是末日世界的狮王？此刻我平静的眼眸下闪过一缕幽光，终于出现了吗？于是我没有犹豫，当即从风暴中露出身形，冷冷地注视着下方。只见大量的异形者发出尖锐嘶鸣，飞快地朝我这边冲来。见状，我连忙催动天凶之力，使得龙卷爆发出更为可怕的撕扯力，瞬间将那些异形者撕碎，更是将气血剥离而出，形成一道道气血长河，纷纷汇聚在我的掌心。与此同时，猩红狮王的古翼也遭到了飓风的席卷，他满目狰狞的面孔略微一睁，眼眸中闪烁出一抹难以置信，似乎没有想到眼前这存在造成的风暴竟然具备着此等
撕裂之力。没有犹豫，他立刻喷出毒物，使得龙卷全面化作了血色。见状，狮王露出邪魅的笑容，以为接触到 S 级病毒的我会体质腐化，从而失去行动能力。可下一秒，他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只见毒物不仅没有对我产生丝毫影响，反而纷纷顺着我的七窍进入了我的体内。伴随着我天胸腔的面容渐渐显露，犹如邪神般的面具，使得猩红狮王如遭五雷轰顶。气息的截然改变，让他感受到了空前绝后的恐惧感。你好啊！我看着下方的狮王轻轻低语，天胸腔的阴煞气息全面展开，恐怖的威压使得猩红狮王头也不回，就欲转身逃离。见此情形，我身形刹那降临在猩红狮王面前，紧接着抬起手，猛地扣住猩红狮王的头颅。只听轰的一声，那明明坚不可摧的肉身，却在我的五爪寒芒下被无情刺穿。强大的吸力使得猩红狮王面容扭曲，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你不是能力者，你体内有超 S 级病毒！就在我利爪刺入头颅的那一刻，他就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力量，竟将他体内 S 级病毒全部湮灭。伴随着气血的流逝，狮王的身形渐渐萎缩下去，骨翼也在此刻化作了灰烬，在飓风肆意下彻底崩溃，最终无力抗衡，化作干尸瘫倒在了地上。这就是 S 级病毒的味道吗？此时我感受到一股纯粹的本源力量充斥全身，一瞬冲破了斩灯境巅峰的桎梏，使得真元磅礴，来到了灵犀境的行列。而这猩红狮王拥有的气血，给我天胸腔体质带来了空前的滋补，朝着飞将层次迈出了一大步。该收场了。我扫视一眼邺城范围，对着各个方位的尸潮再度催动，掌间罗风旗一展，顷刻间数道龙卷气息出现，各方尸潮席卷而起，气血被无情分离，残魂被煞气吞噬。这番景象使得邺城之下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满目惶恐惊怕。而在那座大厦中，短裙女孩怔怔开口：猩红狮王死了，前辈难道不是 S 级？是战王级还是天灾级？短裙女孩呼吸急促，死死瞪着窗外那从半空跌落而下的干尸。由于距离遥远，她无法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那龙卷风中，猩红狮王遭遇了可怕的力量侵袭。这是神的恩惠，这是神迹的显灵啊！以老妇人为首的幸存者们，此刻纷纷热泪盈眶地跪倒在地，连连叩拜。左文走到短裙女孩的身前：大妹子，你知道那位高人是什么来历吗？短裙女孩闻言却摇了摇头：他的存在无人知晓。正当这时，她的通讯工具忽然响起：有人能听见吗？这里是翡翠主城，我们可以提供食物、水、住所。如果有幸存者听到，请回复。听见通讯工具传来的声音，所有大厦的幸存者皆是激动欢呼起来。可左文并没有高兴，而是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在苍穹风暴之眼内，我的面前已经凝聚出了整整10多朵醒魂花。看了一眼邺城内遍地的丧尸尸体，我觉得此地已无价值，是时候离去了。拂袖间，我将罗凤旗收回，4道龙卷随之渐渐归于平静。这时我感觉体内的净神香火形成了一道光环，随着念头微微一动，我发现背后竟浮现出3寸光环，宛如一尊正道神邸，散发着驱邪避疫的气息。正道成神，邪道成仙，妙哉！我惊叹唏嘘，万万没想到那些幸存者们的信仰之力，竟让我可以正邪通吃。放眼整个蜀山也是相当炸裂。见时日尚早，我便有了新的想法，不知那女孩之前所言的海城能否带来意外惊喜。此前我不止一次在邺城幸存者队伍中听闻海城这个地方，那似乎是丧尸灾难更为严重的城市。有位代号日暮的病毒君主，融合了3种 S 级病毒，将整个海城沦为人间炼狱。早就耳闻日暮的厉害，是时候会会了。我想到这里，直接大袖一挥，身形消失在了原地。